2023时尚玩家旅宿大赏100万相亲票选出炉喽！大家期不期待？台湾旅店100强名单，选择旅宿的最佳指南。选择性很多哎。美食旅游大小事就找时尚玩家，选旅宿还能抢好康。那奶盖实在是有够加分，部落时尚一口食第2名，非常厉害的柴烧披萨，好脆哦！全世界唯一一家以鬼头刀为主，去 APP 一键排序就可以直接排出来，时间都可以帮你算好，可以看哪边可以租车、美食景点啊，还有住宿都可以找。哇，好黏哦！好哦，这个吃很多的菜色去浓缩到一个小单份。欢迎收看《时尚玩家之鱼肉乡民》，我们又到台东了。对啊，天气好好，超好的。今天我们来到这边，乡民是谁呢？又带我们来台东？因为我们上次来台东呢是来看热气球，对，其实那时候天气不好，然后现在难得来海边。奇怪，我们来台东都没来海边，这次终于来了。只是说我们的乡民呢？乡民呢？怎么会有个人好像没穿衣服啊？为什么一大早谁不是穿裤子啊？罗平吗？罗平吗？哎，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啊？我有穿啊，怎么穿衣服？欢迎欢迎！怎么可能不穿？而且你才一下下，怎么全身已经晒了？对，已经晒红了。其实我常常在晒太阳啊，花东这边我蛮常来，其实在台东也结识一群很棒。哦，这个冲浪板呢，就是由台东一位非常帅的帅哥借我的。哦，这冲浪板是帅哥朋友介绍，帅哥朋友就赶快介绍出来啊！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帅哥朋友阿伟。Hello，你们今天来台东玩？对，那等一下要不要到我店里？你开冲浪对，因为现在很热嘛，我在隆昌这边有开一个咖啡厅，然后有自己做烘焙跟肉桂卷。等一下到我店里喝。好啊，现在就去了吧？走了吧？走。对，老板，这里就是你的工作室。对，这是我的工作室，所以你看到这个黑色的建筑，对，都是我们自己亲手去打造出来的。哎，可是讲真，你算是海岸的第2排，可是你台风来，你也是直接冲击哎。对，刚过了这一个海葵台风，对，我们东河乡就是首当其冲，对啊，所以你们沿线其实看到很多路树都倒了，我这边也不例外，但我的建筑物都还存在啦，所以你们今天可以，建筑很坚固，对，所以你们还是可以来到我的工作室。那你树是不是想说等下一个台风走你再弄？不会，我等中秋节可以烤肉。哎，对，赞，那我们就进去吃这种肉桂卷。这看起来太可爱了吧！很棒，其实东部很多的餐点，它的那个摆盘都很有意思。对呀，而且我觉得他这边做肉桂卷还蛮特别。需要老板来介绍一下。好，饮料来喽！哦耶！哦，老板，哦哟，太棒了，太棒了！是薄荷的花草茶，好，这是椰子咖啡，哦耶，谢谢。这个是凤梨赤冰茶，这是凤梨加赤葱子。为什么罗平的比较长？好，待会说。饮料我觉得在台北蛮少见的。刺葱哎，对，就是我喜欢用的是一些香料类的调味，我都会使用在地的风味的香料去调制。这个花草茶就是它是完全就是没有加糖，那它甜味是从哪里来？芳香万寿菊，就是全部的香草植物去煮，所以它是就是没有精制糖。这个的话就是用我们台东的凤梨，我去弄成果干，跟去百香果做的酱，所以它再加上马告跟刺葱去做的一个比较充满异果跟香料感的。好酷哦！那杯咖啡看起来比较看不出来它的花样，它是用椰子水去做的黑咖啡，你喝起来会有点咸咸的。对，为什么？对，因为我在搭配就是我们长滨的海盐。我刚刚有捞了一壶海水丢进去，然后都是用椰子的糖去提升它的味道。那餐点呢？这个是你们这招牌的？对，你们看到这个很浮夸的餐盘，就是我的特色，我的主打的商品。我一开始开店的话，就是用烘焙肉桂卷，因为我很爱香料。哦。对，那我的肉桂卷里面还有加了珊瑚椒在里面。珊瑚椒，我觉得我们要马告，我们要先吃咸的，还是要先吃甜的？先吃咸的。好。
对，你们可以吃看看这个佛卡夏，刚好是我最近开发出来的商品，也刚好在上个礼拜胡天兰老师有吃过，那有票选那个台东办的部落时尚的一个餐桌竞赛的1口10的第2名。那你可以吃到这整个佛卡夏，我是用自己养的天然酵母去做发酵的，所以它一个面团要14个小时的低温发酵。才做得出来，而且你的面包其实咬下去就有香料味道，蹦出香料味来。很浓。对对吃到的那个香料味是用刺葱的籽，我们通常刺葱蛋什么都是用刺葱的叶子，这个是刺葱的那个种子出来的，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味。而且一般的面包其实吃起来单调，你吃起来面包是会跳舞的，而且它好对，黏。很蓬松。蓬松的感觉。然后像他自己做那个胭脂物也好搭哦，对，腌制很大，那新香料味很丰富。好好吃。对啊，那你们有没有吃到一个更特别的味道？它其实我有加老叶，老叶就是我们包槟榔的外面，就是那个叶那是什。么味道？对其实如果说你单纯吃槟榔的话，它是涩涩，但是你放在面包里面，它是跟香料一起搭配在。对对对，因为它那个叶子其实有入中药材里面，它是固味的。哦。但是槟榔本身是那个石灰不。对了，对啦，对。肉桂卷的本身就是因为我上面还有再加了一层海盐的奶盖，所以它吃起来会比较清爽，比较不甜腻。但是老板，你是不是台东人？我不是，我是南投的布农族，南投的，南投怎么会想要来台东这边那怎么会在工作这里？因为冲浪后留在台东，然后在这个村子已经待了快10年，应该有吧。就定因为真的居在这里。是蛮多人因为冲浪就留在。然后就东对漂在这儿，后面那几年自己创了这个张孩子工作室，然后也把我自己平常兴趣摄影也带进来。对啊，所以这些都是你拍的。哦，都是你拍的哦。然后我在这边就是继续发现我的烘焙能跟在地做多少的连结，更认识自己跟这边土地啊。刚刚吃了他那个肉桂卷，你外面加的那奶盖实在是有够加分。对，好搭哦。对，肉桂卷如果太甜太腻，其实吃起来会觉得蛮腻的。可是刚好这个咸刚好就把它搭掉。而且我发现你的肉桂卷好像比较不会分离哦，看起来干干的，它吃起来保湿度很够。对，保湿度这就是那个面团有下 Q 啊，我们有用心在做那个面团本身。那最后一个品项呢，冲浪裤上的海盐布朗尼。冲浪，你是说冲浪裤上面那个盐巴？对，就是我们冲完浪上来，裤子晾一晾会有那个海盐啊，就撒在。你认真屁嘞，真的假的？最好了。那是谁的裤子？那是罗平的，那就算了。等一下也要留。你这边是有晒裤场，你专门练盐的。没有啊，也是用我们这边长滨乡有专门在做海盐的。然后我的布朗尼原本的基本口味就是海盐口味的，对。只是因为你们今天来，我的菜单有另外一个版本，是我用了部落伊娜，就是我们常阿姨啊，对，阿姨伊娜是阿美族，他们自己制作的酒酿，所以上面有一点点酒酿。有看到这上面有酒酿，还有那个凤梨干。哎，我很喜欢你这个，你知道吗？甜点甜咸交错的感觉，就是搭配在一起的，不会完全的甜，不会完全的咸。哦，它的酒酿很十足哦。所以其实我本来是很怕吃甜点的人，哦可是我吃你的甜点，我会一口接一口。你觉得它那个肉桂卷让人家很着迷？它上面搭的这些不会让它那么腻，不会那么腻对，不太会有负担的感觉。对，因为是自己喜欢吃了，然后跟一开始就是你冲浪完上来要马上补充热量的时候，我就直接布朗尼抓着就吃。佛卡夏大家下次有机会来真的要试试看，它的佛卡夏真的好软好松，对，好松的感觉。就是你会想念那个味道，上面那个腌制的味道，对，好好吃。而且你的酒量很扎实，哎，吃起来那个酒香味是，对，一直整个在鼻腔里面的。因为这离海边也近。对，谢谢老板。老板，谢谢你，谢谢。接下来呢，我要带珍姐还有安安来吃台东海鲜一家非常厉害的柴烧披萨。哦，柴烧披萨听起来就很厉害哎。没错，但是这家的柴呢，刚好没有火，没有柴啊，我们柴要自己劈。啊，刚刚海边不是很多？对啊，刚好最近台风来了嘛，把它吹断，对啊所以说柴就是刚好在这边，可是那个柴太宽，我们要把它劈小一点。哦，对你很适合啊。没错 ，OK。有看到那边好像老板有在弄哎。可能要麻烦一下我们的安安了啊，哎，那棵树根很大哎，劈得了吗？试试看怎么哦。劈啊？老板，你现在在劈柴哦？是啊，可是海边我们刚刚看很多哎。哦，海边的是漂流木，哦，不一样。我们这个是属于山上，而且我们的树有挑树种，
挑素种为什么它烧起来比较香吗？因为最主要来讲的话，主要是不能有油脂，这是我们第一首要。哦，有油脂的木头不能用，尤其是像樟树是绝对不能用。哦，那个会很香哎。它油会它太油之外，它的气味在烧的时候会缠斗热的客人现场闻到的味道就发作。哦，真的哦。所以那个绝对不能用，而且它真的会抢味。那我们最好是龙眼。龙眼木，它耐烧是最久。哇，很多那种什么 on 啊 gay 柴豆皮最喜欢挑龙眼。牛排用龙眼木也超香。对，来，那我帮你放，给你试试看，谁先开始？罗平先好了。好，我先好了。所以要对准中间吗？对，要对准中间。刚好今天木头比较宽一点点。OK。太细的话会卡不住。哦。1、2、3。哎呦，真的会砍哎。哎呦。哇。厉害！好舒压哦，真的好舒压哦，这个。我可能会有点危险。往后的部分是不是？有点危险哎。小珍姐，你躲太远了吧？没有动，你躲太远了吧？那木头没有动哎，卡住。等一下，你要先把它。稍等一下哦。你要试着去释放那个力量。我觉得他要释放压力，不要没有释放。到底释放出去啊，不要 hold 住它。慢慢的，开始有感觉。有吗？没有吗？不好意思，喝桌的客人在等了。我这样一天人烤不出一片披萨。这比谁大？我想试一下哎，鸡盘这怎么这么硬啊？姐姐来了。哎呦，有力耶！哎呦，哇塞！哇，女战士，哇！可以了吧？3桌跟8桌客人可以烧了，这样就可以了。可以了吧？可以了。那我们去的。去里面花豆芽。好的。看这个披萨的那个薄度，就是我喜欢的，脆脆的，脆脆的啊。只不过它上面放的这是苹果。有苹果跟绿色，你看到的那是柠檬皮。哦。柠檬皮算是甜的披萨。OK。对，那这一道名称叫做恋恋苹果。那它的恋恋的恋呢，其实是取自于它来自于我们的加炼。你看它上面有烤焦的感觉，其实是炼乳焦。它不是 cheese，我以为是 cheese，所以没有放 cheese。有 cheese，但是也有炼乳。对，那个焦化感可以现在试看看。口味是老板自己研发的，对不对？对，披萨烤完之后，我们最后再刷上那个浇上新鲜的柠檬皮上去，借由它的热去衬出那个香气出来。有吃到最后它的柠檬皮，最后那个味道会出来。对，然后您甚至吃不出我有加炼乳的感觉。对，吃不出来。吃不出来。那可是它的甜会被那个柠檬皮去平衡掉。对。我们常开玩笑说我是属蚂蚁的。披萨里面大概有5种口味是做甜的。真的哦。还有其他是什么？还有像我们还有那个蜜糖番茄、香蕉巧克力，还有当然还有肉桂苹果这一类。那我们口感店也有做甜的。哦。你们的这个披萨皮是自己发酵自己擀？自己发酵自己擀，然后没有发酵这样。哎，我喜欢这个口感嘞。对啊，披萨跟砍柴都是自学的。对，好厉害哦！就遇到了，因为从台北来，就不小心留在这里。哦，你从台北来？不小心留在这里。大家通常是冲浪留在这，你是摔断腿留下来。哦，走不了。这是真的啦，这是真的。是走不了跟留下来差很多给老板。对，所以常有些客人跟我说啊，哇，这边好山好水好漂亮。我说那左小右小，跟我讲一下。喂，我帮你砍。台东都有一个魔力，有时候来到这边就会觉得说，哦，好想待在这边，是就很chill很舒服。但是披萨店之外，你卖了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这个窑烤猪脚。这个猪脚其实是我办了3次家哦，那这是第3家，这间也是自己盖的，你现在看的桌子也自己做的。对，真的哦。就是我来到这边之后，忽然很想要吃个口味，就是想要吃到的猪脚是外酥。哦，这个真的很好吃啊！那你可以配一下这个我们的洋葱，这个稍微拌一下，看起来好酥哦。他刚刚上桌的时候就有够香，要配在一起吃，这样可以配在一起吃，它可以有甜腻的，你可以先吃一口。我老婆有教我说，这个猪脚它有一个正式名称。哎，对你老婆德国人对不对？对，它有一个这样正式的名称，但是这个名称非常难发音，它叫做 Stranahaxon， 听起来蛮凶的。Stranahaxon，然后就这样的 Stranahaxon，它变大概，像在骂人哦。对，哇，好好吃哦，这个皮，外面好脆哦。它里面的肉也好嫩，对，融化了。分2次来
做处理。第一次时候先会在窑里面做低温8小时的烘焙，8小时之后，其实出来它已经是骨肉分离。然后在客人有点要吃的时候，我们再去做第二次定型，这时候就是高温下去做脆皮的动作。那种胶质都已经融在肉里。那洋葱的话是我们刚刚现切，然后急速降温之后淋上我自己煮的那个哦哟，不得了哦。那最好吃的是那个皮跟那个它脂肪带一点点肉那个胶质，它其实油都光了这个胶质。而且你把那个脂肪感都烤得湿湿的，有些换油，它的这个脂肪感对能够跟低调的皮一样就让它是低调湿的。就不是油腻感，就是纯粹胶质。这个很赞的。好香，对啊，太厉害了，太强了。哦，那个油脂是在我的嘴巴里面喷发哎，对啊，哦，因为它外面好酥脆哦。它怎么可以把那个里面的油脂变成那个胶质，然后不讨人厌？很好吃。它那个油脂其实是有点粘牙的。我觉得大家下次可以来试试看，吃个不同种的披萨嘛，当做是来吃甜点。接下来呢？所以你们找好等一下去哪了我们吗？快要找好了，从北台东长滨一直到南台东大武，其实这个地形是很狭长。对，长。对啊，而且吃的东西有些还要预约。对。所以东西真的太多了，我现在一个一个来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这是什么？这是一个 app， 而且它可以把你的行程里面会经过的一些景点，然后好吃的、广为人知的，或是有一些非常厉害的部落客推荐的东西，都会在这个 app。去 APP 啦。那现在我们这些是我们今天的行程嘛？今天你看我们早上吃的这一家嘛，对啊。然后刚才吃了 pizza， 接下来还有这个，哎，它中间有帮你算车程的意思吗？他连车都帮你算好了， 9分钟。可以看哪边可以租车呢？没错没错。如果说你是搭火车下来的，或坐飞机下来，或者是骑摩托车下来都好，他连时间都可以帮你算好。哦，你都已经先安排起来了。对，而且他不会给你跳行程哦，比如说我这一家到下一家，可能比较近，对，他就直接先带你到这个比较近。哦，所以他会帮你算那个顺路的过程。对，哎，那蛮方便的。对啊，你就不用绕远路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都要先 Google 导航，然后看 A 点到 B 点多远，还是 A 点到 C 点多远这样。因为旅游最重要就是时间，一定要顺路。所以现在有这个 download，它就不会，因为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对，它可以分享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叫车，没错，我们直接叫车走。哦，叫把它买走。哦，哎，这样很方便。这很方便啊！它这边右上角的这个一键排序就可以直接排序，然后把你的顺序给排好。好，然后你看豆花完之后还有这个部落草地。哦，所以这样是比较顺的啦。对啊，对啊。哎，但是它是只有for台湾吗？我跟你讲，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可以。哦，那你知道韩国有多需要这个吗？韩国超级需要，超需要的。就像韩国，其实，在巷子里面有很多好吃的。对。你可能到这条巷子，你会错过下来。可是它 Google 又没办法 Google。对啊。那其实这个 app 应该是可以说 Google 下来，对，然后再分享到这个 app 里面，它可以把资料汇入到这个 app。对，应该这样说，没错。你我们大家都会去 Google， 说这边好吃的，这边好玩的，热门景点。你可以把你查询的这些东西全部汇里面。所以3、5好友就可以一起汇到这个 app 里面，然后做规划。3、5好友一起规划同一个行程，你怎么会做这么危险的事情？朋友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这很正常啊。你想到哪边去了？但是有一些就是很啰嗦，你知道吗？啰嗦啊，为什么要排这个啊？为什么要弄那个？反正你可以再把他的行程删掉就好了。对啊，他看得到好不好？而且我们会去找那种就是比较少的人去秘境，对，秘境或是一些比较少、比较部落的美食。对啊，这个 APP 也可以找到它的美食景点啊，还有住宿都可以找。哇塞，如果有些人喜欢环岛，这不是很帮忙很大？很方便哦，对不对？没错，环岛的小帮手。是。出去玩呢，最怕我们去的餐厅踩到地雷。哎，对。对不对 ？Google 可以看评论。对。这个 App 也有。哦，真的哦。它可以看评论哦。对。那评论应该是蛮真实的吧？就是说有一些可能不用来了。对，不用来了你就不用来，我们就去下一家。绝对不能错过这一种的。没错，没错。啊，它还有它的菜单啦，可以看照片、菜单，然后照片。你看，比如说，哦，这个看起来不错，对不对？就可以去吃这一家。所以我觉得踩到雷啊，或是好吃的东西，你绝对不用担心。OK，那这个真的还蛮方便。好啦，所以我们下一个是23分钟嘛。对，23分钟到没错，都20几分钟。哦，它还可以排好几天呐。对啊，这是我们第一天。出国如果有5天行程，5天都可以先排好。哦，对。好酷哦。
从台东这边开车，我开蛮多次。从北到南，你大概要开2-3个小时。所以说，你这2-3个小时里面，比如说每20分钟可以吃到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在这边找到。这一定要安排顺路的，不然开车就花很多时间。你看它有这种地图的，看还比较那个啦，清楚用地图可以看。它有地图型的。对，好酷哦。哦，你看从海边到山上的行程。好啦，那我们下一家去吧。 OK， 好，对不对？哦 ，OK， 赶快去吃饭喽。上车喽。哎呀，你去啊。全世界唯一一家以鬼头刀为主题的素食。炸了一条多大条？皮薄，然后里面好嫩。它不是鱼浆，它是整块。整块。哇塞，一整块的哦。哇塞，好粗哦！哇，比脸大。这个洋葱太厉害了。接下来要台东市的市区喽，这条叫做正气路，这边的东西呢非常好吃，有炸鸡，红炸鸡、臭豆腐，很多。哦，还有一家非常厉害的叫做宝山豆花。哎，这一家听说很厉害，因为我刚刚只是拍一张照给我朋友说我今天在出外景，他就一看就说。这一家在台东的宝山豆花，对不对？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超有名，因为是4.5颗星，然后2000多则评论，对，所以很有名的。勾扎比，勾扎比的好吃。勾扎比，来试试看。Hello， 记得点单哦，可以。好的。好啊。你要吃啥？你要1种配料，还是2种配料，还是3到4种配料？我这个人比较单纯，我喜欢少一点配料，吃豆花的原味。你要纯豆花就好。没有啦，加个绿豆好了。加绿豆吗？豆花加绿豆豆花。冰的。然后那你要什么？有一个综合好了。哦，你看年轻人就什么都要，对不对？都吃一点。喜欢多样化。那我就来一个绿豆本源豆花，240元1碗。好，老板谢谢。谢谢。好，这一家。真的是蛮便宜的，因为我们刚刚在看它的1碗纯豆花是30块，然后你选1种配料是35，我早知道选1种，因为3到4种配料才40多差5块钱，我的综合就40块。你真的很会算，总量就是才10块。可不可以给他改4种？老板，我可不可以改4种？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综合哦，来了。哦，送上餐点，谢谢。哦，先尝一口。哦，太好了。先尝一口消暑。哦，好传统的味道，那种传统糖水跟，你们的豆花是有那种传统木桶的那种感觉。对，我们是连同原浆不滤渣下去做，然后等到完全煮沸之后，我们才去做滤渣的动作。对，豆花好绵哦，超绵的。那我们的糖水也是不经过炒的动作，经过连续8个小时细火慢熬这样子。我连糖水都是自己熬制的。对。真材实料，本源也很 Q， 然后粉圆有黑糖香味。对，黑糖你可以丢几颗借我吃。很多颗给你。他说他刚失算呐，因为刚失算的，他点1个配料35块，4种是40块。因为我们都是自家人在做，所以我们尽量把价格压到很轻。那个粉圆有那种黑糖的味道。它粉圆好好吃哦，又软。因为我平常吃刨冰跟豆花，我喜欢加1种，我就喜欢吃那个冰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你们的配料都好棒，好香哦。它连绿豆都好好吃哦。那我们的豆类都是把汤汁收到干之后，让它尽量保持圆形，但是又有绵绵的感觉。对啊。我看这桌上写，你们第一代原本是在经营西药房哎。对，我的阿公阿嬷那一代。就原地址吗？不是，是在宝山路上面。哦。所以在99年之后搬过来正气路这边。所以你才为什么才叫宝山豆花？因为我们原本在宝山路上经营，那时候在宝山路上所有的像豆花、早餐，然后还有汤圆都没有店名，所以因此我们都会用路的名称。用路的名称。所以已经开了40几年了。目前即将迈入第45年。68年开始的。那你们冬天是卖？冬天有热的豆花，姜汁豆花。热的豆花它就有姜可以搭配。
哦，巨寒。我们到去年为止，还是为了回馈老客户，所以我们家乡目前还是没有做加价的动作。家乡不加价。对，那今年我们还是会依照买那个价格去做适当的调整。要啦，不然这样也是亏啊。对啊，粉圆好好吃哦，你们粉圆煮得很好哎。对啊，而且这豆花真的很，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汤跟豆花吃起来不会到很甜那种感觉，就甜度是点到刚刚好。对，它糖水刚刚好。我觉得它糖水有那个糖的香气，但是没有少的那个甜味，对，就很刚好。浓鲜合度，非常好吃。哦，这是我家豆浆应该也蛮香的。嗯，大家有机会来正气路上，指定这一家唯一一家，比如其他分店的宝山豆花，喝这样。哦，直接用灌好了。这天气来一碗，它挺爽的，真的。夏天来一碗真的。我想要再加一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再加一个有料的。我刚才真的超后悔。你要吃那个啦，粉圆呐，对啊，送了什么料都吃得到。谢谢。我吃我花生。续碗。接下来呢，我还带珍姐，还有安安来吃素食店。素食店，素食店你说 vegetarian 的素食店吗 ？No instant food 的素食店。哦，素食店这看起来不像哎，是不是外国人不太懂？对啊，他好像不太懂中文。对啊。麻希鬼头刀，有没有？哎，还真的是汉堡哎，是不是？它就是以这个鬼头刀为主题的素食。其实我发现好像台东是不是特爱吃鬼头刀啊？没错，对，每次来都一定会有这个料理。哦，它是外带型的啦，进去看看啊。来吃吃看。好。而且这一家还是全世界唯一一家以鬼头刀为主题的素食店。好像是哎。因为我们一般吃到的 fast food 都是比如说猪肉、对牛肉，对。但是它以鬼头刀为主题的话，真的是全球。它有很多的那个周边商品。对，你看有这个鬼头刀、麻酥、鱼干、鱼干味的肉松都有。你们先进去点，进去点。飞鱼饼，哦，这个我觉得蛮特别的。你在干嘛？吃 fast food 一定要汽水啊，懂。我就知道你一定有鱼干，连鱼干都有。这个好酷，这一整片哎。哎，我好像有吃过哎。真的吗？对。怎么可能是要花钱哎？对，但是朋友送我的。那我们就点餐。好，我来点餐。嗨，老板。你好。哦哟，好多哦。对呀。不一样的料理。我们都是以鬼头刀为主，然后做成各式不同的产品，就是比较西式的呈现给客人的。他怎么想要做成这样子的一个专卖店呢？因为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哦。对，我们就是转型再转型，最后选择鬼头刀这个。了解。那个啦，麻希 fish and chips 一定要。那个一定要的啊，炸鱼。我想吃看到那个墨西哥卷。墨西哥卷饼 ，OK， 它是比较轻食类的。卷饼包鱼柳，就是饼，就墨西哥卷饼鱼柳其实不错，就对柠檬。对啊，那个会很好吃哎。那麻烦你了。好，老板，谢谢你。好香，好香，好香哦！你看亚洲的食材，日式的做法，西式的呈现，它真的是很特别。你看它这个用鬼头刀炸了一条多大条，真的是那种大条，还是很扎实哦。扎实，还挤一下柠檬，而且它不是鱼浆，它是整块扎实的油条。对，而且包括你看你的那个汉堡也是整块，看这个汉堡，哇塞，一整块的哦，对，一整块的鱼肉。那话说你那个卷饼也是很精彩哦。哇，比脸大，有大哦，那对，我来吃个，吃一下，如何？好juicy哦，它皮薄，然后里面好嫩，对，它那个裹那个粉啊，不会很厚，薄薄的，然后它的里面总有一些鱼汁在里面，对，很鲜嫩。这个汉堡就是要大口的，要哦。哇塞，好酥哦！而且它里面那个鱼排配上这个洋葱有一种淡淡那种，你知道吗？焦糖香，再配上这个生菜吃下去，妹妹，我想要抓一下旁边的洋葱吃。它洋葱有点甜甜的，带有点甜甜的。就是感觉有用什么酒去治它，是不是？其实远看很像番茄。
酸酸的。对，它有点像番茄的感觉。哦，这种酸酸很像那种酸黄瓜跟鱼盘配，很清爽，很棒。我来吃一下它卷饼。你那个鱼好像是用炒的耶。它那个鱼每一个的做法好像都不太一样，鬼头刀是用炒的。其实这里还有很多种做法。有墨西哥的感觉。我觉得它这洋葱太厉害了，加那洋葱你很厉害，吃起来那种和风酱的感觉。真的。对啊，都有日式的做法，西式的呈现。这很难得有个让全世界唯一一家鬼头刀为针主力的对鬼头刀，对啊。西式餐厅。其实下次应该来试试它那个佐咖喱，应该也是蛮正的。我说还有咖喱饭哦。对啊。我平常太爱吃咖喱，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咖喱，我不会第一个先去点，我会是爱吃印度咖喱还是日式咖喱？印度咖喱啊，我们家其实每个礼拜都会煮热量。你自己会在家做印度咖喱？会啊。那印度咖喱不是超多香料吗？新香料家里应该备很多。我们家香料很多，我们家有什么姜黄啊、孜然啊、香菜籽啊，什么蒜什么鬼东西都有。专业学到很多。可以啊，下次我可以来教两位怎么做咖喱。所以是每个印度人都一定要会做咖喱吗？我其实男生还好，但是因为我本身爱吃，然后爱吃就开始会去学怎么样去做菜。那你也喜欢日式咖喱吗？我吗？他一定喜欢印度。我吃咖喱，我真的会吃日式，有时候会小生气。我不是说不好吃，没有，因为它这吃起来就不太一样，因为日式就是比较甜。对啦，就是那种风味。我吃日式咖喱会觉得在烩饭。在吃烩饭的感觉，而不是说不好吃，是真的有点太甜，吃不习惯啊。对，这好酷哦！就如果下午茶饿了进来吃一个小点也不错。这都外带出去这样吃一吃就很有满足感。对啊，其实我觉得来台东，因为台东其实海岸线很长，那你有时候你想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欣赏风景，或者坐在海边。对，那我觉得这一家它就是很棒，可以再看嘛。装个鱼条这样吃，很方便。超爱的，这么大条。对啊。对，因为我记得我女儿每次看到这个，爸爸我要 nuggets， 就是鸡块。来到台东，当然要来到部落啦。要，这是剑河部落。这个炒栗便当啊，整个餐桌概念变成小的名片的概念。哦呦，这本来是用刺葱腌制，外皮脆，然后肉非常的软的，很 juicy， 蛮好吃的，很特别，吃起来像瓦吉。味噌腌制的咸猪肉，味噌是真的非常大哎，对啊，真的有惊艳到。好特别的地方哦。没错，来到台东，当然要来到部落啦。要，一定要的。这是剑河部落。剑河部落，它又名射马干部落。它这个地方啊，以前是养鹿的。哦。所以不会吃鹿肉吧？我也不知道今天它到底会猎到什么。我们老板其实已经准备好这个大餐了，但是吃什么东西其实都是一个惊喜。其实现在台东很流行很多这种无菜单料理，但其实大部分都要预约啦。是这家店也是。那我们今天有预约好了，我们就进去瞧瞧。好，看一下今天的部落大餐。我是误会了什么？不是有吗？不是要预约的部落大餐吗？对啊，我印象当中的部落大餐不是有那种烤猪啊，整桌都摆满这种的啊，整桌都摆得满满，这些精华呢，全部都浓缩在这个可爱的便当里，打开来会很惊讶。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吃这个便当吗？没错。确定吗？对啊，对啊。阿里干。哎，老板有人叫你。嘿，老板好。老板真的叫阿里干。对。你好。这个发音应该叫阿里盖。阿里盖。哎。啊，可以叫我中文名字陈刚，可能会比较好讲一点。OK。大家看到这个炒栗便当啊，整个餐桌概念变成一个小的名片的概念。你打开来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把我们一整桌的菜色去浓缩到一个小的餐盒。因为其实，在一般呢，我们要吃到这种原住民餐食啊，可能要去原住民餐厅，对，当然都是那种合菜型的。然后，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想要让别人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在地的美食到底会什么，所以就做成餐盒模式，让大家可以带着走。主菜是刺葱鸡腿排，这个，哇，应该鸡腿排有多大？对，然后鸡腿排是用刺葱腌制的，烤的有够脆的。外皮很脆，外皮脆，然后肉非常的软的，很 juicy。然后刺葱其实是在东南部的原住民会非常常见的一个香料植物，就树刺刺的那个的。对，树刺刺的。它因为它有
非常强烈的那个香气，所以它会长时间会用来去腥，对，或者是用到特色料理里面，所以我们把它去跟鸡腿排去把它结合，它是算是一个比较创新的料理。阿拜其实是在大部分的原住民部落都有，它是一个统称。对，一般来说我们吃的阿拜可能都是米粒状的。对，可是我们卑南族它是用糯米粉去制作的，所以吃起来是软软的，像麻糬一样。可是里面放的馅料是香菇啊，或者是萝卜丝，还有猪脚肉去把它给用起来。它是既是部落的传统美食，然后也是外带的便当。以前我们要去外面狩猎或者去外面工作，可能要待个2-3天。然后糯米它其实可以有一些饱足感，对，饱足感跟保鲜的感觉。那外面那个植物是什么植物？那个叫做甲酸浆叶。对。大部分都会这样用，然后其实糯米本身啊，它是会让胃会有点不太舒服。甲酸浆叶刚好是综合，让你的胃是可以比较好过一点。了解，过一点，比较好消化，一点，好过一点。真的蛮好吃的，很特别，吃起来像麻糬。那另外一个特色其实是那个味噌腌制的咸猪肉。咸猪肉其实几乎每个部落都有，用味噌腌制的就只有专属剑河部落才会独有的这个味道。对，它其实是一个大概是在100年前的创新料理，然后到现在一直延续下来，它变成是部落的非常具有特色的传统料理。哇，好好吃哦！咸猪肉一定要配饭，好嫩底下有饭，咸猪肉超那个很嫩，然后再来是它那味噌是好香哦，油脂分布的很均匀。它一定要用五花肉下去烤，所以它会瘦肉跟肥肉。对，瘦肉肥肉刚刚好。它的油脂均匀，一口猪肉，然后一口饭，感觉那个饭都有那个猪油香。是，刚刚讲说是100年前的创新料理，是因为这个部落规划当时是日本政府来规划的，所以我们被殖民了一段时间，所以日本人会要求在地的族人要去提供餐食给他们，可是他们吃不习惯，所以他们从日本带来了味噌跟纳豆。当时的妇女啊，把所有的传统料理的方式全部都加入味噌。可他发现那个味道非常非常好，很搭哎，我没想到，所以会变成是连日本人离开的时候，部落还是一直延续的这个料理。哎，我没想到他真的味噌是真的非常搭哎，对啊，真的有惊艳到。对，它像其他的时令野菜啊，就是部落当地产的一些植物。那里面有一个比较特色的是洛神腌制的萝卜，这个很好吃，都想吃，很开胃。对，它是就是会有点微酸酸的，然后会比较蛮清爽解腻的作用，开胃菜的那种。你知道那些日本料理不是有时候会有个甜美，让你吃的都开胃。我觉得这个萝卜就有那个感觉，日本料理对。妈呀，那个猪肉我停不下来，那个猪肉真的好好吃哦。那你的便当有限量吗？有限量，厨房也是小小的，所以大部分都是以部落的族人为主要的伙伴。所以我们的餐食只能接受预定的订单。所以如果说要来现场要直接吃的话，没有预定的话，可能是没办法的。不过你说你们的那个做便当的地方是在这吧？是。那你们前面那一栋是什么？前面这一栋其实是一个当地具有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它以前是养鹿的，所以我们会称这地方叫做剑河鹿寮。后来这个产业没落之后，它就停摆了，所以这个空间就被闲置了。部落年轻人就想要一个发展空间，所以我们就跟他承租了10年来做，不管是便当或者是工艺，像这杯子也是部落的工艺师做的。对啊，我刚刚看这杯子也太美了吧！对啊，特别藤编的工艺师，然后他的品牌叫做藤你的样子。疼你的样子，好可爱的名字哦。然后因为我们年轻人回到部落，其实缺乏一些资金，所以我们就会透过一些政府的计划案，像跟台东县政府的山海新美学的计划去合作，所以他们会有一些资金移出来，让我们去好好的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然后在美食部分的话，其实也有跟台东的县政府的部落时尚这个专案的计划来去做合作，然后透过这样子广发的去跟不管是政府机关或者是私部门去告诉他说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然后能不能来去资助我们完成我们的梦想。我们想做的事情蛮多的，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去建立。哎，我想问一下，这杯子可以哪里买啊？这杯子好好看哦。这个杯子其实可以去搜寻那个工艺师的粉丝专页，疼你的样子。对，然后在上面跟他们的小编去接洽就可以了。大家多多支持啊，因为其实现在大家这种真的做得很辛苦，然后也希望说他们年轻人有想法是非常好的事情，可以愿意回到自己的部落家乡，然后去打拼。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件事。因为我觉得部落文化这是一个非常有色彩的部分，然后透过部落的这些有为年轻人，可以把部
部落推广到所有的观众朋友。透过这个美食来交流，这样。对啊，很棒很棒，谢谢老板。对老板谢谢老板，谢谢，好好吃。我觉得有吃也有玩，对当然也要住喽。哦，而且听说现在他们今天有新的房型，这样期待看一下他新的房子。哦，来看一下，看一下好吧。哦，柜台在哪来？过来。Hello，我们要拿房卡，我们有订房。那我们的房间在5楼的40号房哦。谢谢，是这边吗？那我们电梯是这一侧上去。谢谢。亲子的饭店，谢谢哦。in case 你做这动作不是迷信吧？你在想说里面有没有人？先稍微敲个门。哦，哦那新的房型啊，对，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亲子房，哦，对那是2张大床的一个部分。在整个房型的改装的部分，包括地毯，我们都已经换成纯木的一个地毯。对那电视的部分也加大。好的。好棒哦！小美西，哎，这是什么？对，这是我们的智能语音管家。这附近有好吃的吗？哦，真的，他的推荐哎，哎，明奎早餐店，对他很专业，专业。明奎我们去拍过啊，可以哦。小美西可以，小美西你可以，哎呦，跟我们那个 app 一样厉害呢。所以它这个也好可爱哦，这个窗。对，那这个窗帘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如果里面有在使用中的话，我们窗帘是可以拉上。这边的 view 的话非常的棒哦，那可以看到泳池的部分跟我们小朋友玩赛车的部分。真的，我觉得很适合亲子同乐，还有玩粘土。对对对，那包括像我们晚上还有所谓的特调研究室，那调出你自己属于台东的一个味道。超厉害的，但是晚上的buffet我就没吃过。晚上 buffet 的话，待会我们现场可以看到。那还有 barbecue 烧烤，我们现场都有。在地食材了吧？来台东就是要吃 barbecue 烧烤。然后大口喝啤酒。好。网友力推全台100大旅宿大公开，整理10大主题必住旅宿，赶快收藏起来。超美景观房、异国度假风，还有超豪华的服务。哎呦，还有哦，获得超强美食大奖的旅宿，不只要让你住得安心，还要住得开心。所以呢，现在赶快上时尚玩家官网查询吧。送汤啊，一点点，香哦。鬼头刀又看到你的，那是鬼头刀吗？对，光的饼干。那我要吃那个。哇，下午吃西式的，晚这是什么？哎，原来鬼头刀那么大只哦。对啊，它一大条的鱼哦。对啊，大为什么你要蹲这样？你可以不然这样我拿不到。解释一下吗？哎呦喂！怎么讨人家的叫？哇，我喜欢这个，好 cheese。所以真的，它的buffet根本什么都吃得到。炉烤美国乐眼牛排，牛排，这一定要吃的啊。对呀，哎呦，你看那个汁 juicy，流口水哦。谢谢，哎呦，哦，来该你们，我先回座。哦，这个牛肉一定要赶快尝死。哎，罗明哥，那个开路了，你怎么还在滑手机啊？对，你在干嘛？我在弄那个旅游书啊，把今天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全部记录下来啊。你看我们今天吃的有那么多，有这个张孩子工作坊，对肉桂卷，然后 pizza、豆花，全部把它弄成旅游书。弄好之后，我可以传给你们，我可以直接传 LINE 过去啊。哦，你就直接传给我，就不用传给你们就好了。哎，那你可不可以拍一下这个？这个牛肉真的很好吃。这个牛肉真的，我要来上传一下。好，你先上传。对，这个肉再加这个鱼。我跟你讲，很多的特色料理都是由我们旁边这位邱主厨。有肉有鱼，刚好就呼应我们的鱼肉香。哎呦，来，邱主厨你好。你好。我们刚好看到那一条鬼头刀，好大一条哦。其实选择很多。台东算是它的特色鱼，因为我本身是台东当地海端的原住民哦，我不农煮的啊，我们就用烤的哈，然后用一些特殊香料来呈现它，所以这样子吃起来的那个
蚂蚁它的鱼肉是非常的鲜甜，真的。然后来吃一下这个蚂蚁，其实蛮扎实的，这是它的鱼肉。而且你夏威夷又叫男人鱼啊，男人鱼啊，吃了会变很强壮，乒乒叫这样。你看看，吃一口。罗平拿了夏威夷鱼，然后又拿了生蚝，蛋饭在飞机上怎么办？海鲜拿了好多。比较有特色，介绍一下，就这个布隆槟榔虾哈。这个是槟榔本人。哎，那真的是槟榔。哇，对啊，它可以入菜，可以入菜，可以入菜。槟榔的苦涩味经过我们处理过后，它变成甜味，加上一些那个我们现在饭店有推出一个红乌龙茶酒下去调制，特别的烹调吃一下虾子非常的鲜嫩。我发现原住民真的很会用天然的香料，对啊，我很容易去组合这些的。它有让虾子变很甜哎。对啊，它就会让虾子变甜变脆的感觉。变甜。它会改变它的肉质。会。这来台东一定要吃我们台东的就放山鸡啊，我们都叫战斗鸡啊，我们是用我们自己台东当地的梅子，还有红宝石，就是洛神花，来入菜做成调味。战斗鸡它的那个运动量有够，所以它吃起来比较结实，所以叫战斗鸡。所以要战斗鸡。但是这一块肉真的是很花成本呢。一般牛肉人家说越烤越老越难吃，但是我们是低温，它下去的时候，我们大概烤2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炉烤它的肉，用炉烤，它的肉就慢慢变成软嫩。里面那个筋吃起来都有点变胶质。对啊，我就说这就是低温下去烤的方式。真的是很精彩。对啊，光是这个肉值回票价，还有这槟榔虾。真的，你今天吃到它的叶子，然后今天吃到槟榔本，好厉害哦！谢谢邱主厨，谢谢，感谢你们，谢谢，太美味。真的，这次来台东，我觉得每次来台东都有不一样的惊喜，还蛮棒的。这次来看到比较多这2代，然后愿意回来自己的部落帮忙，然后有一些新的想法，我觉得挺好的。对，真的蛮棒。但我觉得每次来都有一个就是体验到他们的原住民的元素了，当地食材，他们都很善用这些食材。对啊，与大自然为伍。对，这边就是有一种它独特的魅力。对啊，很棒。所以今天谢谢罗平带我们玩台东啦，谢谢珍姐，谢谢安安。其实台东还有很多隐藏版的美食，我觉得可以蛮值得大家可以去一一把它介绍给大家。下次还有机会的话，你再带我们来台东玩。好啊，谢谢。时尚玩家，拜拜。鱼肉乡民，下次见啦！鱼肉乡民，拜拜。